为啥威曼的设计师要这么设计？因为车是给人开的，他们的设计理念就是一切以人为本。没错，一切以人为本，是咱们华汽要向威曼学习的理念。拿给大家伙看看。大家现在看到的图，就是空调卧铺重卡的简单构想。我师傅何启山曾经告诉过我，在咱们7吨重卡的研发初期，本来是想把空调加进车厢的，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吧，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对，还真有这事儿。退伍前，我是一名汽车兵；退伍后，我回到华汽当了几年的试车员。我深知，对于卡车司机而言，最难熬的季节就是冬天，还有夏天。这一到夏天，车厢内就像是个大火炉一样，这司机就算不中暑，也得脱水。这到了冬天，卡车司机的双手冻得像个大红猪蹄子似的。大家说说，这车还怎么开得好吧？但是装了空调就不一样，冬暖夏凉，卡车司机舒服了，这车开得也就更长了。加装了卧铺，就更简单易懂了。许多卡车司机连续几天几夜的在路上，如果能在车里睡上一觉，醒来之后再去赶路，这不就能大大减少交通事故吗？这个图我拿给我们3产的所有司机去看，他们都连连叫好啊，说如果能开上这样的卡车，那得多幸福啊！国外啊，早就有人熬了。是啊。二厂啊，咱们厂的情况呢，大家伙都知道。假如说要研发你所说的这个空调卧铺重卡，筹集资金艰难先不说，如果真的研发出来了，你怎么有信心它就能有销路呢？杨总会计师，您先请坐。同志们，改革开放以后，南方的经济发展迅速，许多有钱的企业还有车队都有购车需求。我相信，只要咱们华汽的重卡设计好、技术好、质量好、价格还便宜，就一定能够卖得出去。虽然现在我没办法像太平同志一样拿着大订单给大家看，不过我爱长安有信心，只要咱们华汽能够生产出符合当下市场的重卡，咱们华汽就一定能够收到源源不断的订单。媳妇儿，我觉得就是长安这些想法的确是挺好的，但现在咱们厂的情况就是举步维艰，你要跟太平那个实实在在的合同比起来，我就担心长安比较吃亏。那倒未必，长安哥说的在理，我支持他，我跟我的朋友们都投他，你投谁我不管。行，感谢各位，我的演讲结束，谢谢。全部结束，下面开始现场投票。洪老板，我已经帮你说过好话了，但沈总还是不同意你来做代理商。我是给你帮忙的，结果我先挂掉了。哼，你对我也太不够意思了。谁让你提前走漏风声了？我可是让你在签约会的时候才站出来的。我就是想稳妥一点，提前通知几个人，做做声势。我可都是为了你才成这样的，你可不要害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刚刚可是一直在替你说好话，可是他们俩坚决不同意你来做代理商。
再说了，我们深圳直营中心的工程不是已经给你小舅子做了吗？如果以后还有机会，你不要讲以后了，就讲眼前嘛。那广州不是要开一个？广州的工程如果再给你小舅子做，他们肯定会怀疑我们俩之间有关联。大不了我在外面找几个朋友。不行，风险太大。我还是那句话，这次我是给你帮忙才落得这个下场，可我一点责任都没有，你自己看着办。等等，不行，这销售经理不能交给葛太平。葛太平票数可是排第一呀，这是全体职工选出来的销售经理。那你给大家一个理由，为什么不行？知子莫如父，他肚子里边有多少墨水，我比谁都清楚。销售经理对华气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个担子他扛不起。扛得起扛不起，那得通过实践检验才能知道嘛。这次咱们对这个年轻人委以重任，不是就要放开胆子迈开步子吗？邓小平同志都说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不能像个裹着小脚的女人一样。所以咱们看准了的就要闯，就要大胆的干。书记的话我同意。葛太平同志是工人们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咱们就这样推翻了不作数，我们工会不好向工人们交代呀。那对不起大家了，我今天就必须一言堂了，由这个排名第2的艾长安担任销售经理。葛厂长，我不同意，他艾长安没本事拿第1，他就没资格当销售经理。梁总，廖总，艾长安这个方案，从财务上还有技术上，3个月的时间，你们2个觉得有没有希望？说句实话，我认为就是一场豪赌，就是把华气所有的家当全都押上了。但万一车卖不出去呢？那华气可真的要破产了。厂长、书记，这个风险可不小，你们要考虑清楚再做决定。我有不同的看法。虽然这次是场豪赌，但是有很大希望能赢。艾长安的方案一看就知道是从市场需求出发搞出的设计，在技术上3个月没什么大问题。而且我相信，这样的卡车只要推向市场，是一定会受欢迎的。那这样，咱们先成立2个销售部门，葛太平带1组，艾长安带2组，人员呢让他们自己选。书记，我还是那个意见，我不同意艾长安带2组，他不配。哎，厂长，这个只是一次摸索，也是一场比赛。3个月之后，看他们的销售业绩，谁的销售业绩最好，咱们最终让他当这个销售公司的经理。但是有一样啊，我得先说好了，到时候结果出来，谁也不能提出什么异议了啊。葛厂长，你觉得怎么样？好，我同意。我也同意。职工那边，我来传达。那财务方面我会安排妥当。我保留意见。啊，我知道你在家，你出来！你告诉我，我明明得了第1，凭啥不让我当销售经理？你出来！
点。那姨你好好休息，厂长俺走了。好，你今天辛苦了啊，快回去休息吧。啊！哎，好。你好点没？好多了。倒点水去。太平，你这是，你这咋又喝酒了？啊？你干啥去了？你妈昏倒了，在医院里面打了1天的吊瓶，你不去看她，还跑去喝酒？哎呀，没啥事情嘛，都老毛病了。你再说太平也不知道。哎呀，行了行了，你别老惯着她了，你看把她惯成什么样子了。我喝酒，还不是因为你。刘主席已经找我谈过话了，说厂领导开会决定不让我当销售部经理，这肯定是你的主意。我凭自己的本事拿到订单，赢得工人们一张一张的选票。爸，除了你，哪位领导会不同意我当销售部经理？你凭啥违背民意？你这就是固执、古板。你再说一遍。你是固执、古板。哎，放着！来，大个大！我他妈想说你这么个东西来！怎么了？我没让你当这个销售经理，你不服气是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当吗？你去跟你妈说清楚，你那个林场的订单是怎么来的？你胆子不小了，你敢偷偷摸摸的去找蔡叔叔，这是什么行为啊？你这是作弊！你让全场的人知道这件事儿，你把这个老脸往哪儿搁？葛太平，我告诉你，全场上下所有的人都可以当这个销售经理，就是你没有资格。就我没资格，我凭啥没资格？蔡厂长肯签这个合同，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要不是我千里迢迢跑一趟云南，这订单能拿下来吗？爸，从小到大，我除了有个名声是你厂长的儿子之外，在你这儿我占过啥便宜？享受过啥待遇？啊？大专一毕业，你就把我下放到车间，你还特地嘱咐车间主任，让我干最苦最累的活儿。去年虽然把我调到了销售科，可是只要我犯一点点错误，你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口就骂。我这么大个人，一点尊严都不要吗？你让我很难做人。还有，我风吹日晒全国跑，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拉订单，我抱怨过吗？爸，你知道为什么这样？我还想当这个销售经理吗？我就是想干出一番成绩来，让这些当爹的看看，从小到大被你瞧不起的这个儿子，他不是废物，不是。他翻了！哎，于凡，你没事吧？快坐。你没事啊？没事。我给你倒点水去。你能听我说几句吗？能跟你成家，是组织上安排的。你是国家的栋梁，厂子里的人才，而我呢，就是个农村女子，大字也不识几个。能嫁给你，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分。虽然说我比你大几岁吧，
但是我打心眼里头佩服你、尊重你、崇拜你。跟你成家的这些年，不管是吃穿住行还是大事小情的，都没有让你操过心。这20多年来，只要是你想做的事情，我都听你的，也没有跟你红过脸。但是现在我想说你几句，我一定要说你几句。你对太平太严厉了。太平早产，这你知道。从小就身子弱，经常生病。虽然说他不是那么聪明的娃，但是他一直都特别的用功。但是学习成绩吧，一直都不见提高。我知道你是望子成龙，但是你天天对他吹胡子瞪眼睛，弄得他从小就害怕你。这些年，他为了得到你的认可，一直都在努力的做着每一件事情，而你呢，你都没有正眼看过他。就刚才他说的那一番话，也是我在心里头好多年不敢说。娃心里头委屈，你们父子两个如果再这个样子下去，万一哪天你们两个可咋办呀？哎，你别说这的话。我难道不知道他是我儿子吗？我为啥不让他当这个销售经理？你想想，这件事情如果让厂子里面人知道了，人家一定认为我这个厂长是滥用私权扶自己儿子上位的。到那个时候，他就算是有成绩，不会有人服他的。厂子里面不是没有给他机会。接下来3个月，厂子里面决定让他和艾长安一起竞争这个销售经理。到时候他如果真的赢了艾长安，我就会对他刮目相看。我相信全场的人也都会对他刮目相看的。我就是希望你们父子两个好好的。本台记者报道，今天上午10点，市政府会同市公安局以及市交通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今天开始展开一次为时3个月的卡车专项大检查。最近几年，随着特区新一波建设热潮的来临，本地道路上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走私、诱舵和报废卡车。这些车辆因车况较差，严重影响市民交通安全，引起了相关领导的重视。我盼望的新闻终于出现了。是，的确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但是咱们俩现在得去机场接马库斯了。好。谢谢。坐，马库斯。南方分公司落地深圳才几个月，就能这样快速的布局，非常了不起。Nick， 一开始我对你提拔 Sharon 作为南方公司的总经理还表示怀疑，今天才明白，原来 Sharon 这么有想法和能力。现在我完全相信，把南方分公司交给你和露森，你们很快就会让威曼成为南方卡车市场里面的 Top 1。Max， 其实这主要工作呢都是 Nico 和 Sharon 做的。用我们中国话讲，他们这对 partner 叫做珠联璧合。珠联璧合。谢谢你，又让我学会了一个新词。但是，我希望我们威曼
是群英荟萃。你们说呢？你说的没错，我们微漫就是要把各路精英汇聚一堂，共同努力，共同奋斗。这次来有一件事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们微漫是国际品牌，但同时带来的问题是价格偏贵。中国企业大多比较务实保守，花这么贵的价格买车很难。刚才你们也告诉我了，深圳这边要开始插进走私车和优多车了，这样出现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很难得的机会，扩大南方市场占有率。所以我准备给德国总部提个建议，对中国市场销售的卡车进行减配降价。马库斯，你准备降价的幅度大概是多少？我考虑了一下，比如采用老款发动机，比如取消空气悬挂，另外还有一些高级配置，价格大概便宜到20%到30%之间吧。马库斯，如果这么做的话，我不同意。我们今年发布的新款车，跟客户介绍的时候，都一再强调它的发动机有多优秀。如果上市的新车没有了这些高级的配置，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客户解释。别忘了，威曼是国际大品牌，这个品牌就代表着技术领先、品质超越。如果说我们为了抢占市场，就急匆匆推出一些低配车，会让大家觉得我们这个品牌太急功近利了，而且也会折损威曼这几十年来一点一点树立起来的国际品牌地位。Sharon，你没必要担心，高配车我们依然在卖，只是今年多出一个低配版，给中国客户做选择而已。马库斯，其实老实说，我也不同意减配降价。这样吧，这个问题我们先不做结论了。下面这几天我跟着你们一起去跑市场，听听客户的反馈，以后我们再谈，可以吧？好，我来安排。对 ，Sharon， 这是一份竞业限制协议，你现在已经是威曼的高管了，必须要签署一下。一旦与本公司解除合同，2年内不得从事相关工作。啊，他们外企都是这规矩，我们都这么签的。减配降价这件事情，我认为你的看法是对的，你完全不用在意他们2个人的看法。你既然支持我的意见，那你刚才怎么不当着他们的面提出来？也可以让他们听听你的理由。露丝，集体签约会上的那件事也是你私下安排的吧？没错，是我。马库斯，我想你们不应该这么健忘吧？几个月之前，你找我来筹建南方分公司的时候，给我许诺的条件是让我来做总经理，没错吧？可是现在呢？这件事我言而无信，我已经向你道歉了。你需要我卖命的时候就给我开空头支票，然后看到尼克更有利用价值，就答应他让Sharon来做总经理。这个时候，我是需要利用尼克。在中国，你不能只看一个人是谁，你更要看这个人背后站着的是谁。说明白一点，威曼能在北京成立总公司，打台销路，全靠尼克家里的关系。尼克的背景我早就有所耳闻，可是你别忘了，德国总部能够派他来担任威曼大中华地区的副总经理，也是因为他的能力、眼界、经验都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出众吧。站在我这个层面，这一切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可是对你这个总经理构成极大威胁的人。OK， 那咱们谈谈合作吧。
你帮我挤走 Nick， 我让你取代 Sharon 的位置。到时候伪满大众花区，也就是我们两个的天下。怎么样？郑夏，今天你反对减配降价的方案，你心里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我真实想法，说了。其实你内心的真实想法，根本不是担心会影响什么微漫的国际品牌地位，而是在考虑别的，是吧？微漫一旦减配降价，势必会抢占一部分国产中卡的市场。而这一幕，是你不想看到的，对吧？班长果然还是厉害啊！咱们同学一场，我还不了解你啊。在你的心里啊，一直抱着技术报国的理想，即便身在外企，可这心里啊，依然会挂念着像华企那样的老国企。华企毕竟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也是我父亲奋斗一生的地方。虽然说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这并不代表我根本就不关心华企了。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消息，德国总部那边已经在慎重考虑，也许是独资，也许是合资，但是下一步一定会在国内建厂。如果真的在国内建厂，生产成本降低，也没有进口税，产品价格就会降低很多。那到时候国内车企的日子岂不是更不好过了？如果微漫下一步真的可以在中国建厂，并且由我来负责管理的话，相信我，我们一定可以学习到更多的先进技术，并且最终也一定可以形成我们自主研发的能力。到那个时候，咱们中国的重卡才能真正的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跟世界任何产品同台竞争。今天说的这些话，我父亲当年也经常提起。是啊，当年我也听沈总工很多次的提起，直到现在，我依然不敢忘记。哎，长安。哎，廖总工。这张沈总工当年使用的桌子，我们一直留在这里。我们是想把沈总工对技术痴迷的精神，和他对华企炙热的情感，一直延续下去。沈总工主持设计了5吨和7吨的军用重卡，现在由我们来接班，设计华企新一代的民用重卡。钱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但我们一定要把技术工作做好。怎么样，长安？廖总工，听您的。这几位都是老夫人了，来吧，我们说点正事儿。前天听了你的竞选演讲，我很激动，连夜画了几张图。除了你设计的空调卧铺重卡，我又查阅了资料，还设计了这种集装箱牵引车头，还有这种矿山工地用的自卸车。廖总工，我去过深圳的码头，全都是这种集装箱牵引车，可都是进口。要是咱们能生产，那一定卖得好。既然开始研制民用重卡，那就不是一种，而是可以成系列的开发了，像什么冷藏车、消防车、油罐车、搅拌车等等。总之啊，以后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开发什么。而廖总工，这发动机对咱们来说是个难题吧？沈总工在的时候，本来打算500期结束就开始研发2代发动机，可是
沈叔这一去世，这工作也没法继续下去了。是啊，缺了他那个发动机专家，我们就玩不转了。这几年，我们只能从东柴购买发动机，可是人家生意好，不愁卖，就年年涨价，我们都有点吃不消了。啊，对了，最近一直在忙，没顾得上问你，2代发动机的设计怎么样？我在德国培训期间，特意研究了一下他们最新的发动机。相比之下，我们的设计思路确实落后了，所以我决定，我要放弃我父亲设计的图纸，重新开始。但是，我设计了一段时间，刚一回国就被你拉来深圳了，我也没有时间再继续设计。是，这么说是我的错。那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毕竟以前我也夸下过海口，说要跟你一起完成2代发动机的设计，所以以后啊，无论有任何事情，你尽管交给我去做，好吧？好啊，那我以后用人的话，可就不跟你客气了。真不客气啊？啊？哎，吴姐，哎，您这招标书我刚收到，我再跟您说个消息，我们华汽已经开始研发新的民用重卡了，3个月之内，第一批新车就能投向市场。请进。吴总您好。长安，30天之内务必做好你的投标书。我这还有客人，我就先挂了。哎，好嘞，回见啊，吴姐。告诉二位一个好消息，之前不是请你们帮忙打听华汽的司机吗？我的恩人已经找到了，就是刚才我打电话那位，叫做艾长安。是吧？太好了。哎，沈总，长安也是华汽子弟，从小在华汽长大的，你不认识他呀？认识。想谁呢？吓我一跳！我刚刚打电话，好像听见沈夏的声音。就是沈夏，他一定是奔着这个瀚海的招标去的。你们俩这回真要同场竞争了？怎么样？那你现在更需要我这援军了吧？正式宣布，何小军自愿加入销售2组，给你们2组增添1员大将。小军儿，你可想好了，我这个2组3个月之后很有可能就被撤销，到时候你就得灰溜溜的回到你那车间去，而且这3个月只有基本工资，1分奖金没有。你头天认识我呀？我要是在乎那些的主，我压根儿今儿就不来了。你痛快点，要不要我吧？我当然求之不得了呀！我告诉你，小军儿，你的到来不是给我们2组增添1员大将，而你就是我们2组唯一1员大将。还真是啊！哎，这不正好吗？你说咱哥俩多久没一起干过大事儿了？记得小时候吗？咱旗舰组队掏鸟窝，就咱俩一队，配合默契十足，一掏一个准儿，让太平他们输得干着急。这回啊一样，咱就拿出掏鸟窝的精神，保证是一掏一个准，订单多得很。那你咋不说你掏10个鸟蛋9个碎你手里的事儿？我告诉你啊，这次订单十分重要，这鸟蛋碎你手里的事儿可别再让我看着。你就放100个心吧啊！不过话说回来，我这次可有点生太平的气啊，不够哥们儿。你说他销售1组人才那么多，也不说分你1两个。太平做的没错，人家是高票当选
按照规矩，太平现在应该就是销售经理了。可是现在厂里搞1、2组竞争，你仔细琢磨琢磨，怎么看都像是在偏袒我爱长安呢。太平没冲到我屋里，指着我鼻子骂我，已经很给面子了。长安，你知道为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愿意跟着你。你这人心思就没歪过，从里到外正正当当的，顶天立地的，跟着你我心里头踏实。我就是一杆枪，甘愿交到你手上，你指哪儿我打哪儿。行，相信2位老总已经收到了我们的招标书了吧？已经收到了，我们已经专门成立了小组来写投标书，希望这次能够跟瀚海集团开始我们之间的第1次合作。我们也希望如此。我听说瀚海呢是一家与香港合资的企业，之前听吴总您说过，准备拿下几个省里的重点工程，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在想，假如让您的甲方以及各级领导知道瀚海集团拥有一支威曼重卡的车队，那会不会从侧面也证实了瀚海集团的实力呢？购买什么样的设备和车辆，那肯定是实力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瀚海能拥有一支威曼的车队，那肯定能说明点什么。但是，能不能合作成功，还得看2位老总的报价了。沈总，你说呢？我觉得你说的对。接下来，我将要把咱们2组第1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啊！这是瀚海的招标书，30天之内你必须把它完成了。哎呦，这么多要求啊！哥们儿可真没做过啊，真不敢拍着胸脯跟你说能做得出来。你得相信你自己，你是咱们2组唯一的一员大将，你绝对能完成。咱俩分头行动，我得去趟深圳。又去深圳啊？深圳这次可是查禁走私车还有右舵车上路情况，动作非常大，肯定很多单位得换车，我得赶紧去跑跑市场去。哎，行吧，那我就拼尽全力，无论如何把这投标书给你弄出来。哎，这就对了。我告诉你，这次招标咱2组必须拿下，拿下。现在就开会吗？马克思不是还没来吗？我是想提前过来，跟你聊一聊，关于昨天吴总的那句话，你怎么看？你指的是他的哪句话？就是他说，瀚海能不能拥有一支威曼的车队，就取决于咱们的报价。每个购车方不是都会这么说吗？是，可是这次瀚海的招标对咱们来说至关重要，这是咱们进入南方市场的第1站，无论如何不能输。怎么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就是想说，你们俩都在了哈，我们赶紧讨论一下减配降价的问题吧。今天陆氏带着我跑了几家有购车意向的公司，他们对我们提出的减配降价都挺感兴趣的，而且他们说了，现在也有别的大品牌在推出低配版，他们认为这不会影响威曼的品牌价值。你和薛仁去了瀚海，他们那儿怎么说的？瀚海的吴总其实也表达了相近的意思。我们这次投标能不能成功，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报价。我呢也把我们打算推出低配车的方案告诉了他，吴总表示完全可以接受。
那你的意思，如果我们还是原来的配置和定价，瀚海就不会买维曼的卡车，是吧？基本是这样。那你现在的态度呢？你赞成减配降价吗？我赞成。Sharon， 你的意见呢？看来 Sharon 还是坚持他自己的意见。没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Luce， 你呢？为了公司的发展，我同意减配降价。好，那我们4个人等于投了票，3比1。